由不得你。孩子不能没有母亲，你必须跟我走。我告诉你，苍兰，别以为你是战神我就怕你。走了，回仙界。我说金蛋蛋，你都在壳里躺3年了，到底什么时候出来？还不是爹基因太好，我得慢慢孵。别提那跑路人，当年我就捡个凡人美男，谁知道3年前是你。什么3年前？这位上仙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我不认识你啊！爹，你终于来了！我是你儿子金蛋蛋，我娘天天跟我吐槽你跑了路。现在还说不认识我？认识又怎么样？当年是你情我愿的事，孩子是我一个人怀的，一个人生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你想干嘛？我叫苍兰，是仙界的战神。这孩子身上有我的血脉，我不可能不管。你不用怕，我不会伤害你和孩子。孩子是我的，我必须得走。至于你，既然你是孩子的母亲，就跟我一起回仙界。我不去，我在这里住的好好的，凭什么跟你去仙界？这事由不得你，孩子不能没有母亲，你必须跟我来。我告诉你，苍兰，别以为你是战神我就怕他，我可是上古凤凰，你想抢我的孩子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上古凤凰，正好，仙界已经1000年没有见过凤凰，你跟我回去，也正好让3界看看，凤凰府并没有灭绝。走了，回仙界。桑洛仙子，你醒了，战神大人吩咐了，您醒了之后就让我们伺候您洗漱更衣。苍兰呢？他把我抓到这里来，想干嘛？战神大人一早就去凌霄宝殿面见天帝了，这里是战神府，是大人在仙界的居所。大人说了，您和小施主在这里想做什么都可以，没人敢约束您。逆子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乱认爹，我们现在还在凡间的洞府里吃果子呢。现在好了，被抓到这个鬼地方来了。娘，你可别冤枉我，这里多好啊，灵气比咱们那破洞府浓多了。我在这里待着3天就能破壳。再说了，我爹可是战神，以后谁还敢欺负咱们？谁要他护着？你娘我自己就是上古凤凰，还用得着他护着？杨洛呢？那个不知羞耻的凡间女人，给我滚出来！你就是那个从凡间来的，勾引苍兰哥哥的女人。是我又怎么样？你谁啊？苍兰没跟我说过，她在仙界还有个这么没礼貌的妹妹啊！放肆！我是天瑶公主，天帝陛下的女儿。苍兰哥哥是我未来的夫君。你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野女人，居然敢带着个野种住进战神府！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哦，未来的夫君，苍兰跟你求婚了？还是天帝下旨赐婚了？都没有。那你在这叫什么？人家苍兰把我和孩子接回府里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苍兰哥哥只是被你迷惑了。他是什么身份？仙界战神，即将晋升上神的存在。你呢？一个凡间来的卑贱女人，也配得上他？我配不配，轮不到你来说。还有，嘴巴放干净点。我儿子不是野种，他是苍兰的亲生儿子。你再敢胡说八道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不客气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对我怎么不客气。把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，还有那个不知来历的蛋一起给我砸了。我倒要看看没了这个孽种，苍兰哥哥还要不要他？你敢砸我，还敢骂我娘，我看你才是活腻了。我爹是战神苍兰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一个还没破壳的孽种，也敢对我的人动手！给我砸，把他给我砸个稀巴烂！
你看我厉害不厉害？厉害，我儿子最厉害了。你们，我们怎么了？天瑶公主，你带着人闯到战神府，要打我，要砸我的孩子，现在被我的孩子打趴下了，怎么还想耍赖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战神府，不是你的公主府。你要是再敢在这里撒野，下次就不是被弹砸飞这么简单了。桑洛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我这就去找我父皇，让他给我做主。行啊，你小子，没白坑你。那是，我可是战神和凤凰的儿子，能不厉害吗？刚才怎么回事？我在外面就听到战神府里吵吵闹闹。爹，刚才有个坏女人带着人闯进来，要打我娘，还要砸我，说我是野种，我把她的人都打跑了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就凭天瑶公主那点本事，还伤不到我。要是你刚从天帝那里回来，天帝找你干嘛？还能干嘛？问我3年前情节的事，还有你和孩子的事。情节？我听你当年昏迷的时候念叨过这个。你的情节跟我有关系？3年前，我重启上神境界，最后一关便是情劫，天道降下情劫，我必须历劫成功才能接上。结果历劫途中，我遭到魔族偷袭，终生跌落凡间，失去了记忆，遇到了你。我本应在凡间历完情劫，斩断尘缘，回归仙界，就能顺利晋升。可我提前醒了过来，回归了仙界，丢失了凡间的记忆，情劫也因此中断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就是你的情劫？是的，你是我情劫的关键。没有你，我的情劫永远都渡不过去，永远都晋升不了上神。那怎么办？要不我再给你送回凡间去，你重新历个劫？不必了，情劫已生，断不了了。天帝已经知道了你的存在，还有孩子的事，他很生气，觉得你耽误了我晋升上神，给我下了命令。什么命令？3个月后万仙大会，天帝说，你要是能在万仙大会上通过仙界的考验，证明你有资格站在我身边，他就承认你的身份。要是通不过，他就会把你贬下凡间，永世不得踏入仙界一步。他凭什么？我又不是他仙界的人，他管得着我吗？他是3界之主，名义上管得着3界所有生灵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把你贬下凡间。万仙大会的考验，我会帮你。谁要你帮？不就是个破考验吗？我可是上古凤凰，还能怕了他？他想考我是吧？行，我就陪他玩玩。我倒要看看他能搞出什么花样来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不过，这要是遇到什么事，一定要告诉我，不许自己硬扛。知道了，别动手动脚的，我跟你还没那么熟。娘，你脸红了哦，你是不是喜欢我爹啊？闭嘴！小孩子家的，懂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？赶紧给我睡觉，早点破壳，不然万仙大会谁帮你娘撑场面？知道啦，娘你放心，万仙大会之前我肯定破壳，到时候我和爹一起帮你把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全都打趴下。就是她耽误了战神大人晋升上神。长得倒是挺好看的，不过就是个凡间女子，怎么配得上战神大人？听说她还生了个孩子，就是她怀里那个。嘘，小声点，没看到战神大人呼的跟什么似的吗？小心被战神大人听到。陈苍兰见过天帝陛下。
民女桑洛，见过天帝陛下。见过天帝爷爷。苍辽，你身边的就是那个凡间女子桑洛。回陛下，是，桑洛是臣孩子的母亲，也是臣认定的妻子。苍辽，你放肆！她不过是个凡间来的无名无分的女子，怎么配做你战神的妻子？你忘了，你是即将晋升上神的人。陛下，臣的妻子不需要别人来评判配不配，臣喜欢她就配。至于晋升上神，若是晋升上神需要我舍弃他们母子，那这个上神臣不当也罢。苍兰，你真是被这个女人迷昏了头！桑洛，你既然说你配得上苍兰，配得上战神夫人的位置，那今日就在万仙大会上接受我仙界的3重考验。若是你能通过，我就承认你的身份，赐婚于你和苍兰。若是你通不过，那就休怪我无情，立刻将你贬下凡间，永世不得踏入仙界。好啊，陛下想考什么，尽管来，我接着就是。哼，好，有胆量。第1重考验便是修为，我仙界强者为尊。你若是连基本的修为都拿不出手，就没资格站在这里。天瑶，儿臣在。你是仙界公主，金仙修为，这第1重考验就由你和桑洛比试一场。只要桑洛能在你手下走过100招，就算他通过。桑洛，敢不敢跟我比试一场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不过光比试没意思，不如加点赌注。你想赌什么？很简单，我要是赢了，你就当着3界所有仙人的面，给我和我儿子道歉，为你之前闯到战神府骂我们的事道歉。我要是输了，我立刻就离开仙界，永世不回来，怎么样？好，我跟你赌，一言为定。小心点，天瑶的修为不低。放心，看我怎么吊打他。桑洛，我劝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不然一会儿我伤了你，苍兰哥哥该心疼了。废话少说，要打就打，别磨磨唧唧的，跟个老太太似的。你找死！喂，我在这儿呢。桑洛，你敢阴我，我杀了你！来得好！我的本命法宝！你输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么强的修为？这是凤凰火，你是凤凰！没错，我桑洛是上古凤凰族仅存的纯种凤凰。凤凰，他居然是上古凤凰！难怪他这么强，上古凤凰那可是跟龙族并肩的存在啊！战神大人娶的不是凡间女子，是上古凤凰神女啊！这哪里是高攀，这明明是门当户对。愿赌服输，道歉吧。对不起，大声点，我听不见。我之前不该闯到战神府骂你和小殿下，是我错了。天帝陛下，这第1重考验，我算是通过了吧？算你通过了。第2重考验是心境，
身为战神夫人，必须有容人之量，心怀苍生。我这里有一颗问心石，你只要握住它，它就会映照出你内心最深处的执念和心魔。若是你能守住本心，不被心魔吞噬，就算你通过。洛儿，一定要活下去，延续凤凰族的血脉。妖族余孽，给我挫骨扬灰！我只是为了情节才接近你，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。孩子我带走，你滚吧。给我破！天帝陛下，这第2重考验我也通过了。厉害啊！居然能凭一己之力震裂问心石，这心境也太强大了，不愧是上古凤凰神女。我服了，这位桑洛仙子绝对配得上战神夫人的位置。好，算你通过第2重考验。第3重考验也是最后一重考验。3个月前，魔族余孽再次作乱，攻占了我仙界边境的3座城池。我给你1万天兵，你带领他们前往边境，平定魔族叛乱，收复3座城池。只要你能在1个月之内完成这件事，我就承认你的身份，亲自为你和苍兰赐婚。什么？让桑洛仙子去平定魔族叛乱？这也太为难人了吧！魔族的余孽个个凶残的很，就连战神大人都要亲自带兵才能平定，让桑洛仙子一个人去，还只给1万天兵，这不是送死吗？天帝这是故意的，明摆着不想让桑洛仙子通过。陛下，臣不同意。魔族凶残，桑洛他从未上过战场，你让他去平定叛乱，太危险了。臣愿意亲自带兵前往边境平叛。苍兰，这是我给他的考验，必须由他自己完成。怎么，你对他没信心？还是说他连这点考验都通不过，根本不配做你的妻子？好，这第3重考验我接了。桑洛，你别胡闹，魔族不是天妖，他们真的会杀了你的。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是3界战神，你的妻子总不能是个只会躲在你身后的花瓶吧？不就是几个魔族余孽吗？我能搞定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不要你给的1万天兵，我只带我自己的人去。还有，若是我能收复3座城池，平定叛乱，你不仅要给我和苍兰赐婚，还要下旨昭告3界，承认我上古凤凰族的地位，以后仙界不得再对凤凰族有任何不敬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若是你能做到，我就下旨昭告3界，承认凤凰族的地位。若是你做不到，就休怪我无情。一言为定。娘，我也要去，我要跟你一起去打魔族，我可厉害了，我能帮你打坏人。不行啊，宝贝，边境很危险，魔族都是吃小孩子的。你乖乖待在战神府，等娘回来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才不怕魔族，我爹是战神，我娘是凤凰神女，我是最厉害的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带上他吧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他出事的。而且他是我们的儿子，也该早点见识见识战场。天帝给我的考验是让我去评判，你要是以战神的身份跟我一起去，别人该说我是靠你的，我们就低调点，装作普通的散仙，过去看看情况。此次作乱的魔族，乃当年神魔大战的余孽。为首的魔族2皇子魔炎，修为已达魔罗境界，
你堪比仙界金仙巅峰，手段极其凶残。3万魔族大军突袭边境3座城池，已接连陷落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哪里来的闲杂人等，也敢来洛仙城？不知道现在暂时管制吗？赶紧滚！哟，这小娘子长得还挺好看的。怎么，带着男人和孩子来洛仙城逃难的？我们是来帮忙评判的。让开，我们要进城。哈哈哈哈哈！帮忙评判，就凭你一个娇滴滴的小娘子，还带着个孩子，别逗了！我看你是来逃呢，还差不多。哈哈哈哈！不过嘛，你要是想进城，也不是不行。只要你陪本将军一晚，本将军不仅让你进城，还保你们一家3口在城里平安无事。怎么样？哦，陪你一晚，你确定？当然，只要你陪我，什么都好说。好啊。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天帝陛下亲封的评判将军，我舅舅是天庭的礼部尚书。你敢打我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评判将军，魔族都打到家门口了，你不想着怎么退敌，居然在这里调戏良家妇女，就你这种废物也配当将军？我看你不是来评判的，是来给魔族当内信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来人，把这个妖女给我抓起来！她敢殴打朝廷命官，肯定是魔族的奸细。怎么回事？吵吵闹闹的。李将军，你可来了！这个妖女不仅擅闯城门，还动手打我。她肯定是魔族的奸细，你快把她抓起来！阁下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动手打人？我叫桑洛，是奉天帝陛下的命令，来这里平定魔族叛乱的。你胡说！天帝陛下明明封我为评判将军，什么时候让你来评判了？你这个骗子！林将军，别信他，他肯定是魔族的奸细。末将林霜见过桑洛仙子，末将不知仙子驾到有失远迎，还望仙子恕罪。你真的是天帝派来的？不然呢？你刚才不是说要我陪你一晚吗？怎么，现在还敢说吗？仙子饶命！仙子饶命！仙子饶命！是末将有眼无珠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求仙子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末将这一次吧。林将军，这个人玩忽职守，临阵调戏妇女，还意图通敌，按照仙界军法，该怎么处置？回仙子，按照军法当斩。好，拖下去斩了，首级挂在城门上，示众3天，以儆效尤。是，把他拖下去斩了。仙子，城里已经备好了住处，请随我进城吧。仙子，情况就是这样。魔焰带着3万魔族大军，就在10里外的黑风城驻扎，每天都来攻城，我们已经快抵挡不住了。魔岩的3万大军都是魔族的精锐，当年我跟他交过手，此人狡猾得很，修为不低，不好对付。不知这位阁下是？哦，忘了介绍了，这是我夫君苍兰。苍兰，您是战神大人？末将林霜见过战神大人。战神大人驾到，洛仙城有救了。不必多礼，这次评判是我夫人的考验，一切都听她的指挥，我只是来保护她。林将军，你放心，既然我来了，就不会让魔族再前进一步。你先下去，
安抚好士兵和百姓，把城里的情况整理一份详细的资料给我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就去黑风城会会那个魔岩。是，末将遵命。娘，明天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打魔族，我要把那些坏人都打趴下。好，带你一起去。不过你要乖乖听话，不许乱跑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明天真的要自己去，不用我出手。不用，这是我的考验，我要自己完成。当然，要是我真的打不过，你再出手救我，好不好？好。魔族的人听着，我们是仙界的大军，速速打开城门，出来投降，否则我们就踏平黑风城。就凭你们这几百人，也想踏平黑风城？仙界是没人了吗？居然派了个娇滴滴的小娘子过来。哟，这小娘子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小娘子，我看你还是别跟着仙界混了，过来跟本皇子吧。本皇子封你为魔后，保你荣华富贵。魔岩，废话少说，我给你2个选择。第一，立刻带着你的人滚出仙界的城池，滚回你的魔域去，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。第二，我打进城去，把你们这些魔族杂碎全都宰了。小丫头片子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既然你找死，开城门，全军出击，把这些仙界的杂碎全都给本皇子宰了，把那个小娘子给本皇子抓回来。魔岩，我说过，今天我就要踏平黑风城。凤凰，你是上古凤凰！打坏人！我的胳膊！魔焰，我说过，你要是不滚，我就宰了你。魔域的大军很快就会打过来，整个仙界都要为我陪葬。是吗？那我就等着。拖下去，斩了，首级送回凌霄宝殿，交给天帝陛下。是。恭喜你，我的凤凰婶婶，你赢了。还要多谢你，我的战神大人，要不是你帮我，我也不会这么顺利。不用谢我，嫁给我好吗？爹，娘，要爸爸，要亲亲。不用这么麻烦的，简单办一下就好了。那怎么行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是上古凤凰神女，我必须给你最好的。娘，爹说了，要给你办最盛大的婚礼，我也要当花童，我要穿最好看的小衣服。好，给我们金蛋蛋也做最好看的小衣服，让你当最帅的花童。桑洛，我爱你。苍兰，我也爱你。爹娘，亲亲，要生小妹妹。苍兰、桑洛，恭喜你们大婚。以前的事是朕不对，朕在这里给你们赔个不是。天帝陛下客气了，就让他过去吧。只要仙界不找我们凤凰族的麻烦，我们自然也会和仙界守护三界安宁。好，那是自然。
以后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夫人，我们终于成亲了。是啊，战神大人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了，你可不许欺负我，不许像3年前那样一声不吭就跑了。不会了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生生世世，我都不会再离开你和孩子了。我会永远守在你们身边，护你们周全。再说了，我要是再跑了，你不得带着儿子把我的战神府都给拆了？知道就好。在想什么呢？在想，当年幸好我捡了你回来，不然我现在还是个孤零零的咸鱼凤凰呢。该庆幸的人是我，幸好当年我坠落凡间遇到了你，不然我就算晋升了上神，也是个孤孤单单的冰块，永远都体会不到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家。爹娘羞羞。